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进入我的频道，分享人生经历。今天我们邀请陈建军医生分享他的一段人生经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对，我叫陈建军，我是从福建长大，以后在上海医科大学，就是现在的复旦医学院读书，以后到美国来读免疫学博士，以后呢，在美国考取外国医生的执照，以后呢，在美国的几家医院受训，最后呢，我是在这个密歇根大学医学院任教当助理教授。以后呢，也在那里当医生，最后呢，我自己出来开业，那现在已经退休。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段经历，是比较不寻常，因为我认识一个杀人的凶手，这个不是一般的杀一个人的凶手，这是一个连环杀手。大家讲到连环杀手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一般杀几个人啊？杀几个人？我有还杀几个人啊？对，连环嘛，那当然是杀几个人了。你猜猜看。3个不止，你再猜。5个。再胆子再大一点。9个。还不对。那得多少人啊？那不敢猜了。不敢猜了。现在据不完全的统计，大概是在50个到70个之间吧。哇塞，50到70个之间。对。天啊，是什么样的人啊？实际上他是一名医生。你的意思是说他只是说是无意识的杀人，还是？没有，你称为连环杀手，这就是说他是有意的去杀人，蓄意的去杀人，而不是无意当中。医生啊。对，所以实际上他在美国还是挺有名的。你在电视上或者到网上去查，他在电视上都出现过好几次。哇，那他是杀那些有犯罪记录的，还是说是随机的？不是有犯罪记录的，也不是随机的。他要杀谁，他就想办法，主要是杀病人。对呀，他就杀病人，那个病人他有什么特征呢？他就没有什么特征，就是随他心情了。对，太恐怖了。对，你是说你跟他住一起，还是你？他那个是在应该1993年吧，7、8月份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是在纽约州立大学长岛分校那地方当住院医生。我是第2年的住院医生，结果呢，我当第2年的住院医生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实习医生。这个实习医生呢是属于要归我管，所以我是带了他，在一般的就是这种内科的病房里头，我带了他1个月以后，我轮转到 ICU 去，就是这个加重病房吧。那的时候他也轮转到那里去，所以呢，总的他跟我一起工作了大概45天左右吧。哇塞！对。跟你说共事那么久，但是那会你不知道。我那怎么会知道呢？他看上去很正常啊。看上去。他看上去，我等一下给你们看看照片，他是什么个样子的。对，那个他看上去实际上是看上去戴着金丝眼镜，还很文质彬彬的。你再怎么看也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杀人凶手。讲起来也好笑。我比较小的时候，那时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已经没什么书很多书都给烧掉了，所以小孩子没有书看，他们就是任何书能够看到的就拿过来就看。所以我小的时候还把人家看相的那种书都拿来看一看。
这个人啊，如果眉毛是这个样子，这是个大恶的人，眼睛凸出来的是什么凶手啊？什么鼻子勾勾的是坏人啊？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一个连环杀手就在我身边几十天，我一点也看不出来。实际上，周老师的看起来文质彬彬的。对，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你一点也想不到他是一个坏人，更想不到他是一个杀人凶手，并且是一个连环杀手。这个是所以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相信这种项链的这种事情。那个时候他是因为我们都一起工作嘛，所以有时候一起上夜班啊，值夜班的时候，我们都还得睡在一个小的房间里头，就是一人一张床，就2个人睡一个小房间。我们的这一个办公室呢，是我们2个人是共用同一个办公室。但是苏老师的，我真没有想到，他竟然是一个杀人凶手。我记得那一天突然间，上面命令来说，这个人不能在这里继续工作，我都好吃惊。我觉得这个医生蛮好，这个实习医生。他是实习医生。对，实习医生，他的这一个医学知识啊都很不错啊，为什么突然间把他停掉了？我还跑去找我上面的这个主管，就说为什么这样子吧？怎么这个医生还很不错，怎么把他停掉了？后来才知道说，哇，他是杀了好多病人。那他是以什么方式呢？他通常是这个样子，他就是比如说，晚上的时候，他就穿着他的白大褂，我们下班就回家了，他好像很认真，他就下班了还在那里医院里头待着，穿着白大褂，那人家病人平时都看到他的脸在那里出出进进，穿着白大褂来的，也没有听诊器，白大褂，戴着近视眼镜。一个医生嘛，这里写着 Doctor Wango， 那病人也没有。那时候是很经常的，医生就是有的时候要去帮病人打点药啊，所以他就是拿着药就去偷偷的就因为病人都住院，病人通常都有静脉注射嘛，所以很方便，他也用不着找血管嘛，他就都已经好了嘛。所以他就静脉注射里头的这一个袋子啊，或者是那管道里头就推进去，就走了。哇，对，那真的是太恐怖了！医生护士他们要杀人真的是太简单了。对。他要选，他问题是他选的目标就是随机的那种。对。那怎么会？对，人家现在觉得他承认的第一个病人给他杀的是在 Ohio 的一个医学院里头，那是一个18岁的小女孩，很运动员，就是脚受了伤以后住院，他都马上要快好了，但是他就想起来他要把他杀掉。为什么？没有理由吗？没理由啊，没人没错，他就是觉得说，我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，我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啊，他很喜欢。我以为是像那个你说重病，我以为是那个他为了解除别人痛苦啊。不是。那太恐怖了！你看他18岁，你说都快好了呀。对，所以他也不单单杀他的这一个杀病人，他也下毒他的同事，甚至是他不喜欢的。对，甚至是他的不见得是不喜欢，甚至他的未婚妻，他也把他下毒。哇。对。哇，你好幸运呐！你那会儿的时候没有引起他的注意，你跟他住一块儿，还40天。对呀，所以我是很感谢上帝，保守我没有
没有给他下毒，至少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他下毒。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中国人嘛，喜欢吃自己中国的饭菜，所以我中午都不到食堂去吃饭，我都自己带的这一个饭盒，带着饭盒到我办公室里头，我就丢在桌子上了。对呀，他要真的是要动手，他跟我同一个办公室，他要是要跟我下毒干嘛？下毒干嘛呢？那是很容易的啦。对，而且他过去也，他来我们那里当住院当实习医生不是第一次，实际上已经是第2次还是第3次了。前面他的这个带领他的这个住院医生，就像我那个样子，也给他下过毒。什么？他也下毒他的上面的。他的领导。对。哎呀。对，所以我没有给他下毒，我是很感谢上帝。没有被他下毒。对，没有被他下毒，我是很感谢上帝。像这个事情也给我一个功课，一个教训。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说有的人是归你管的，是你的下属，你如果对他恶声恶气的话。我觉得我如果对他恶声恶气的，我肯定完蛋。因为也是他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善良的。对，反正我还蛮欣赏他的，应该这么说。从他的能力啊什么东西，那么就是说我没有对他恶声恶气或者来管他怎么样子，所以这个就给我一个功课，就圣经里头有一句话，就是说。若是可行，就是要跟人家和睦相居的，对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，可能是这个样子，当然是神的保守，但是神可能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，免得我被他毒死。所以我以后跟小孩子讲，就是说你不要看某某人是归你管的。说不定你的命就掌握在他手中。是对，谁会想到呢？对吧？对。而且按照我们平常的，从那个不可能发生的正面的事情的，这些都是电影里边、电视剧里边对，电视里头的登人，但是实际上你看，他真的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。哎呀，他的钢琴弹得真好。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学里头还是吹那种乐器，就是那cornet， 就像喇叭一样的，还在他们市里头的什么活动，他是高中生就去给聘请去吹那个喇叭。那这一个运动也很好，各方面都很优秀的。各方面都很优秀。那最后就说他最后结局是怎么样的？他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子呢？他就是因为在多个地方作案，这一个但是很难找出证据来啊。只是说这一个第一个可能是在俄亥俄的大学里头，就是说他旁边的病人老是死，好像他到哪个地方病人老是死，所以人家有点怀疑，但找不到证据啊。就是找不到证据，人家就没有继续让他在那里当医生，就把他给踢出去了。但是你没有证据，也不能抓他咯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他不是杀他自己的病人，是吗？不，他不大杀自己的病人。比如说他跟我工作40几天的时候呢，他没有怎么下手杀我跟他同时管的病人。他就是别人的病人。别人的病人。他就专门去。所以说就很难找的证据，就是因为很难找。他的病人。对，而且他有时候用的药呢，实际上是。他不是用的真的毒药，只是说用的这个相克的你不能用的东西，是那个意思。对，或者是比较高浓度的，或者是说。你大剂量的，或者是说你死了以后在体内化验，你也化验不出来说这个。是啊，像那种高材生杀人太恐怖。对，据说他的那个智商是非常的高。
那超过140的。那他就说，最后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这种吗？他有最后抓他，最后实际上我对这件事情是一直在思索，这个人这么聪明，这么能干，为什么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？那后来他是被抓起来以后，在美国不大随便判处死刑的，所以他就被判处无期徒刑，3个无期徒刑连在一起。3个我觉得这是绝对的无期徒刑。这个绝对不会释放的，那是他的结局。这是你刚才问我的。那你说他这个人为什么走到这条道路？我也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。最后我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说，最关键的就是说他心里头不敬畏神，不敬畏神，所以呢，他对神没有一个害怕，没有一个敬畏的心，所以他就想要自己想扮演做神的角色，决定别人的生死。所以一个人最关键的不是说他有多聪明，或者是说他有能力有多好，关键是在于内心。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讲的，就是说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内心发出的。就是说怎么说呢？箴言里头是这么说：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内心发出的。所以不是说这个外部的条件啊、才干啊，关键是你的内心。你的内心怎么样子，你这一生的果效是由你内心所发出的、所决定的。圣经里头还有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因为我在想说，这个人明明很聪明，他的 IQ 是很高的一个人，为什么走到这样的一条道路呢？那后来我读了这个圣经，我就明白，他是就 IQ 很高，但没有真正的智慧。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所以他不懂得要敬畏神，所以他连智慧的开端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现在就在觉得说，教导年轻人呢，教导我们下一代或者孙子的一代，最关键的还是要先让小孩子确立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不然的话，他觉得说我的智商这么高，我来做一些事情，你人发现不了 ，OK？ 所以他觉得只要我的智慧比你们高，我做的你们没办法证明啊，你们没或者很难发现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呢，你就知道说，你人在做，神在上面看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就是说非常的重要，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，我觉得我学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课。他在私立学校以后上大学的时候，他拿到的是音乐系的奖学金啊。所以我记得那次我们是刚刚，因为是新的实习生进来嘛，然后那些上面的教授们就请我们这些住院医生、实习医生到他家去开 party， 那么他就当场就看到一个钢琴在那里，他就上去就弹得真好，所以真没有想到，这个人叫做 Michael Swan， 因为他以前作案呢是在老兵医院，就是荣誉军人的医院嘛，在美国叫 VA Hospital，
所以呢，这个事件呢，就是变成不是当地的警察来管，这个是属于这一个 FBI 来管。所以呢，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证据不足啊，不能抓他啊，所以呢，他就跑了，他跑到非洲，啊，他还是害怕的。他还是害怕啊，他跑到非洲就去见了一个主教，他那非洲的一个就是天主教的主教，一见面就跪下去，用嘴巴去亲吻那一个主教的脚啊还是手，反正他会行出那一种礼仪，不是忏悔，就是他说他去那里是因为他爱人家，要愿意去服务贫穷的人。所以那个主教就觉得说，哇，这个美国正规医学院毕业的医生愿意来我们这种，那么谦卑。对，心这么善，那么就介绍他到某一家医院去，去那里当医生。所以他到那个地方大概又杀了20几个人。哎呀！所以他去那里去是为了实施更多的罪恶。对啊，所以他是一个怎么说呢？他撒谎，你真的是看不出来。他不同方式每次都是不一样的，而且都是随机的。他很会撒谎。我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有一天他来跟我请假，说他要去这个参加一个葬礼。那一个什么说是谁的葬礼啊？因为医院里头的医生很缺的嘛，你请假个2、3天，他一走，所有的工作我都得帮他做啊。我就问他是谁的葬礼啊？他就说是我女朋友的妈妈死了，我前女友的妈妈死了。我说你的前女友那已经是前了，他的妈妈死了，你怎么要去呢？他就跟我说，我跟我的前女友已经分手了，但是呢，他这个妈妈对我很好，所以呢，我要去参加她的葬礼。那我只好批准咯。对呀。后来事情出来以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实际上当时他去参加的是他未婚妻的葬礼。他的未婚妻就是原来想他是个医生啊，那未婚妻是个护士，觉得说前途很光明嘛，后来才开始人家有发现他有这样的问题，所以他的未婚妻可能就很 upset， 就是有点沮丧，由他就开始慢慢的喂他毒药。就是医生就给他未婚妻。对，以后他未婚妻就老是头痛，以后大概一方面是头痛的折磨，一方面是自己的懊恼，最后他的未婚妻是拿枪自杀。他就来骗我说是他的前女友的妈妈的葬礼，所以他很会撒谎的。还有一个是，他原名叫 Michael Swango， 那因为他已经在美国的电视上已经出现过了，所以他怕人家认出他来，但是他申请实习医生的时候，他必须用他原来的名字啊，因为这一个毕业证书都是写他原来的名字嘛，但是他又不愿意人家认出他来，所以他就要改名字，他就把他的 Swango 改成 Kirk， 变成 Dr. Kirk。开始的时候才好玩呢，他 Swango 那呢，他不愿意人家认得他是 Swango， 他就把那个 Go 用一个
用个纸把它给贴掉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医院里头有属于不同的团队嘛，有的是红团队，我们是绿团，有的是蓝色的团。那为了让病人容易找他的医生，就让他找你的医生是绿色的团队还是红色的团队嘛。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名牌上面都有贴的说，是绿纸条贴在上面啊，红纸条贴在上面，他就把那个绿纸条就把他的 Swan-Go 的 Go 就用绿纸条把它给封掉了，所以人家看到他的病人都叫他 Dr. Swan。连我都后来都叫他 Dr. Swan， 可是呢，他觉得这样子还不够安全，他就进来大概不到1个月，他就决定他要改他的这个 last name， 所以就改成 Kirk。那他有多会撒谎？你知道那时候有一天，他不是在我那里轮转了1个月嘛？那我作为他的上级医生，就轮转完了就请他到外面吃饭。那一天我们2人在一个日本餐馆里头吃，以后一直在那里聊天，聊了1晚上。我就问他说：“你好好的，你干嘛去把你的这一个姓给改掉啊？”改姓是大事情啊。对，他跟我说，克可是我继父的名字。我说，继父的名字，那你生父的名字更重要啊。对呀。他说，我的生父对我不好，所以呢，我继父对我非常好，所以我就要改成我继父的名字。那时候我心里想说，这个美国人啊，真的观念跟我们真不一样啊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继父，都是骗人的。他骗人不打草稿的，就是说，对呀，那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你自己身旁的一个医生，竟然是这样的一个杀人凶手，真是，这给我一生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，一门功课，对，所以我大概那次讲道会在4月底或者是5月初会讲，会进一步的阐述说在圣经里头关于敬畏神这件事情是怎样论述的。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到 YouTube 里头来说说。谢谢。谢谢你今天的精彩讲解，你的那个一般怎么说惊悚的经历应该说。惊悚经历，对呀。但是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对作为父母和我们也有很大的一些冲击的，对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。对。那件真的是因为你像你说的，各方面这么优秀的人，怎么会自己断送前程呢？对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